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哎呀，今天出大事儿了！面具人前段时间推荐的 SLP、AXS、AXY 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单日涨幅，尤其是这个 AXS 呀，它的单日涨幅居然能够达到70%，登上了涨幅榜的第1名。在这个大家所谓的熊市 ，AXS 毫无疑问的是一枝独秀了，远远的甩过了涨幅榜第2名的只有20%涨幅的那个什么币啊。面具人在28号的时候，上个月28号啊，已经在会员群里面透露了 AXS 会暴涨的消息。到现在呢，我的会员们啊，基本上都已经是3倍的收益了。因为当时啊，我透露消息的时候 ，AXS 只有3块多的价位啊。那你们看到了，这些聊天记录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买家秀呀。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AXS 出现了逆势上涨呢？为什么别的币都在跌，而AXY 反而能够直接登上涨幅榜第1名呢？为什么别人都能赚到钱，而你赚不到钱呢？好，咱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啊，我在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揭晓的。面具人先说一下今天节目的3个主题啊。节目的上半部分呢，我想讲讲赚钱的心态，为什么很多人赚不到钱？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，主要来讲讲 AXY 为啥会逆势上涨，已经持有 AXY 的人现在究竟该怎么做，以及呢还没有上车的观众究竟该怎么办？然后呢，在节目的最后呀，面具人要给大家说一下我这几天搞的抽奖，给大家免费送价值不菲的 AXY 蛋蛋的事情啊，以及呢面具人的 AXY 慈善组织的进展，免费给大家 AXY， 让大家赚取到一定的兼职收益的这个事情，我也会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讲解一下，解决大家的一些经济困难的问题嘛，做慈善嘛。中文主播里面呢，有影响力的讲 AXY 的，目前呢就我一个。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影响力，给很多需要帮助的中国人、台湾人、香港人、马来西亚人、缅甸人等等，只要他困难，他经济上需要帮助，那么咱们就能给他尽一份力。嘿嘿，一说到影响力啊，你看面具人讲 AXY Land， 仅仅用了2期节目啊，AXY 土地呢就直接卖掉了1半之多，而且呢价位又翻倍了。你说面具人我有没有影响力呢？面具人我都说了，你甭看那些几十万、几百万播放的几百个留言、几千个留言的外宣博主，他们的数据都是假的。买热搜、买留言、买点赞，这些都是网络营销的常规操作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你面先知我呢，有的是实力，我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假玩意儿啊！你看，仅仅就我一个人啊，带动了整个 AXY 币圈的暴涨，实力已经说明一切了，对不对？面具人我单枪匹马的就做掉了陈秋实，把陈秋实打退休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扯这些闲淡话了啊，说正题。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新来的观众朋友们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好，心态的事儿呢，咱们最后再说吧。先说赚钱的主题啊。咱们来说一说 AXY 为啥暴涨，并且呢很难跌的原因啊。首先呢 ，AXY 暴涨是因为它有完善的生态、强大的实用性。我们都知道，精灵宝可梦、口袋妖怪、炉石传说、王者荣耀、英雄联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。可是呢，这些钱和玩家都没有关系，和观众们都没有关系，都是游戏公司把钱赚走了，对吧？并且呢，一个游戏公司倒闭了的话，游戏数据就没有了。可是呀，区块链不一样，运营商只有运营权，它的数据永远是留存在区块链上面的。可爱的小 AXY， 他们是生活在区块链世界里面的，没有人能够篡改，他们是不死不灭的，你死了，他都不会死。有一只 AXY 真的是可以给你养老送终的。其次呢，就是既然机构无法完全控制 AXY， 那么
盈利它也就无法完全掌控了，对不对？Axie 只有运营商、服务商，而 Axie 本身呢是确确实实的属于玩家的资产。这一点呢，和你充游戏充几十万、几百万玩的《梦幻西游》是不一样的。《梦幻西游》呀，英雄联盟倒闭了以后，你的游戏资产就全没了。可是 Axie 是永远都属于你的。那么这样呢，也就大大的打消了很多玩家在充游戏时候的顾虑。只要 Axie 有玩家 ，Axie 的数量多，玩家们就可以自己互相运营，同时呢，也会有很多机构参与进来，为大家服务，赚取服务费。然后呢，就是 Axie 它是自成一体的生态，它的涨跌不受大盘的影响，因为比特币无论涨跌，大家都还是每天要玩 Axie， 该对战的对战，该赚 SLP 的赚 SLP， 该孵蛋寻求极品宠物的就孵蛋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很多玩家啊，他玩游戏氪金啊，他不在乎币的涨跌，他是来玩游戏的，他不是来炒币的。你去看那些大话西游、征途、三国杀，搞一件极品装备，少了花几万，多了花几百万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些虚拟装备还不是他们自己的资产。你玩游戏注册账号的时候，公司就已经给你声明了，你要签那个对勾嘛，你要同意，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，对不对？就这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氪金的玩家大有人在，玩个梦幻西游真的是充了100多万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周围有没有这种朋友？有的话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！你看这些人厉害不厉害？不属于他的资产，他都敢充这么多钱。更别说真金白银属于自己的 Axie 了，货真价实的虚拟资产。目前来看呢，这个 Axie 它的功能和实用性、娱乐性只显露出来了它的冰山一角而已。更别说以后 Axie 还要出一些简单的迎合大众的玩法，比如 Axie 吃寿司、Axie 卡丁车之类的。Axie 世界之类的脑残玩法，可以说 Axie 的潜力是包罗万象的。而且呢，很多玩家买来了以后啊，有些玩家他就是图收藏，或者是就是为了追求强的 Axie， 用它来对战。他买来了以后，他就不想卖了，就留着自己收藏，好看、好玩、厉害。那这种人太多了，这就是网络 NFT 的前景。很多玩家呢，他搞到极品装备、极品宠物了，是不愿意卖的。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收藏？你看一幅毕加索的画就能卖几十个亿，为啥 NFT 不行呢？你觉得不行啊？什么虚拟资产呀、网络游戏呀不值钱？那只是你太 old school 了。在这里啊，我要批判一下 old school 啊。old school 指的就是那类思想保守、守旧的人。早期呢，面具人在推荐 Axie 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 ，Axie 的画风幼稚，是小孩玩的玩意儿，他们都瞧不起 Axie， 你知道吗？觉得，哎呀，游戏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然后呢，等 Axie 暴涨了以后，又回过头来问我说，哎呀，面具人，现在 Axie 该怎么办呀？我现在能不能进场呀？我现在到底该不该买呀？就是这种人，你看啊，早期呢他瞧不起这个玩意儿，可是呢等他值钱了以后，又回来跪舔他。为啥你们看啊，中国人走到哪儿都被人瞧不起，就是因为他们眼里只有钱，没有价值。听懂了没？中国人眼里面只有钱，没有价值。哦，脑子里光想着赚钱，却不知道价值是什么东西。哦，你光想着赚钱，啥能赚钱？赚钱的原理你知道吗？我就问你，你连价值是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，你觉得你还能挣到钱吗？来，我问你，马化腾赚钱不？迪士尼赚钱不？米老鼠赚钱不？加菲猫赚钱不？来，我再问你，加菲猫幼稚不？米老鼠幼稚不？天线宝宝幼稚不？葫芦娃幼稚不？可是呢，他们赚钱不？面具人我就奇了怪了啊！为啥中国人总喜欢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挂钩在一起啊？你他妈的，我就问你，赚钱不赚钱和幼稚不幼稚有啥关系？来，告诉我，有关系吗？啊？真他妈的脑子是进水了是不是？啊？
就像很多脑残小粉红把生活好不好和爱国不爱国挂钩。来，我问你，你看美国人生活好不好？美国人人均 GDP 高不高？然而呢，美国人天天骂政府，并不阻碍人家美国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没有之一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再问你，朝鲜人爱国不？你看朝鲜人民过得怎么样啊？你们还在那天天研究什么波浪呀、K 线呀、合约开多呀，还是开空呢？殊不知币圈大浪淘金已经开始了。我之前说过了，没有实用性、没有生态的、没有 DeFi 功能的币，最终都会被淘汰，对不对？啊？哎，你还在那说，哎呀，这玩意儿太幼稚了，哎呀，我没时间去研究这个游戏。你他妈的，你没时间研究游戏，你有时间吃屎是不？你有时间抱怨你现在穷是不？你有时间看着别人赚钱，你在亏钱是不是？啊，你干啥有时间？你告诉我，你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意义，知道吗？你的时间只是用来铸造你这么一个垃圾的 loser， 听懂了没？别人都在赚钱，你在这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挣钱，然后呢，心里面憋火是不是？心里面不服是不是？嫉妒、羡慕、恨是不是？你恨你恨去嘛，谁让你没时间？谁让你傻逼呢？谁让你眼界短呢？啊，谁让你瞧不起年轻人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然而呢，未来呢还是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，是不是？你算个啥东西吗？你算个啥屌？你知道不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我每天啊收到几百封邮件啊，遇到的这些脑残真的是多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给我说你什么有时间没时间，你不要给我说什么幼稚不幼稚，你他妈的就是最脑残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的时间宝贵啊，面具人，我的时间就不宝贵了，别人的时间不宝贵。马化腾有时间没？马云有时间没？你算个什么鸡巴玩意儿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还没时间啊？好了，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下，还没上车 Axie 的，现在也别怕啊，你们可以放心的上车。不管你是买 AXS 还是买 Axie， 你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买。它就算跌，它也不会怎么跌的，因为它有自己的实业、有生态、有实体。相比 AXS 呢，面具人我更建议买 Axie， 因为AXS 最终会转化成为 Axie 的 ，AXS 就是 Axie 孵蛋的能量结晶，极品的 Axie 的数量是有限的，以后呢只会越来越贵，因为强的 Axie 打架厉害，赚的 SLP 就多嘛，赚钱更多。而且呀，以后的这个土地烂的功能上线了以后，你们就可以派遣自己的 Axie 去挖矿了。别人来你的土地上挖矿，或者是打广告，你还可以收取过路费，真的是一次投资长期收益。现在呀，有 Axie Land 的朋友们，以后呀都是包租公、包租婆，哈哈，就是地主。以后这个 Axie Land， 你在里面开店打广告啊，挖矿，就跟你在现实中开店是一样的。年轻人的世界就是互联网虚拟世界，到那个时候 Axie 的价值就会更高。你不要再给我扯什么啊网络游戏呀、虚拟世界呀、什么幼稚呀、无聊呀啥的，那是因为你 old school， 你快被淘汰了，懂了没，傻子？当你觉得一个新生事物无聊没意思的时候，那面具人我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不是他无聊，是你无聊，听懂了没？是你被淘汰了。你要是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严重问题的话，那赚不到钱是你应得的下场，听懂了没？你活该被淘汰，你活该嘛。然后呢，咱们再回过头来啊，看看那些骗子博主群里面的韭菜啊，一群 old school， 一个个二逼的跟个地鼠一样，还在那研究什么 K 线呀、彩票线呀，不是彩票线啊，虽然说彩票也有 K 线啊，就研究那些没屁眼的玄学的老掉牙的乱七八糟东西。你说这些人可怜不？就跟那地鼠一样，天天的窝到群里面抱团取暖，然而呢一毛钱都赚不到，还天天当韭菜被别人割，给别人送钱。你说他傻逼不傻逼啊？现在的币圈都已经在大革新、大革命了，人家这些金融公司啊，
财经公司、机构都在请最顶尖的生态设计师来构筑自己的 Axie 呀，或者是之类的生态。你们去看一看最新的币圈报道，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研究虚拟互联网、艺术生态、娱乐生态、影音生态了。Axie 已经带起了这个革命的浪潮了。现在是区块链革命的下一个时间节点了。虚拟生活现实，听懂了没？你还觉得无聊？你个傻屌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去看一看啊，这些可怜的 old school 真的是跟地鼠一样，太可怜了。咱们看啊 ，Axie 现在的热度才有多大？它都能已经把币圈给炸掉了，直接稍微一发力就登上了涨幅榜的第一位，币圈的涨幅榜的第一位啊！第一位啊！你觉得幼稚的玩意儿，秒了你所有的你认知范围内的什么狗狗币呀、狗宝贝币呀、这个以太坊呀啥的都不如 Axie 嘛，都不如这个幼稚无聊玩意儿啊！现在 Axie 的热度才多大嘛？等它的热度达到了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的程度，你再想想，妈呀，那可是吓死人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最后再来说一下这几天的活动啊，咱们先来说蛋蛋的事情。我专门挑了一只父母基因比较好的鸟类 Axie 的蛋，作为给各位观众的奖品。这个蛋的价值我就不多说了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。我要把它奖励给在座的观众。点赞、订阅、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 ，Facebook、Twitter 之类的，然后呢截图发到我的邮箱就能参与抽奖了。这个蛋呢是5天的孵化周期，我会在孵化的前一天把它送出去。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蛋蛋它最终孵出来的是什么宝宝哟。目前呢还剩4天时间，你们赶紧抓紧时间转发吧。然后呢，再给大家说一下，面具人的 Axie 公益平台会在近期上线，报名者可以获得面具人免费赠送 Axie 打 SLP 赚钱的机会。报名方式呢，同样也是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，然后呢截图发到我的邮箱就好了。你们发完邮件就安心的等待就行了。我一天的邮件很多，我就不一一回复了。大家多关注节目，获奖情况我会在节目和社区里面公布的。哎呀！我最后呀，还是想骂骂这些傻逼 old school。我跟你说啊，什么这些新生的玩意儿无聊幼稚啊？你觉得他无聊，你觉得他幼稚，是因为你弱智，你看不懂。你难道没意识到你已经被淘汰了吗？你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吗？新出的玩意儿你都看不懂，你觉得它无聊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看不懂它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它无聊呀，是不是？就相当于你不懂英语，然后呢有2个老外在你旁边叭叭叭叭叭的说话，你当然会觉得无聊呀，因为你听不懂呀。可是那些能听懂英语的人就能跟老外交流，还会觉得很有趣儿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想要买 Axie 的朋友，或者是已经有 Axie 的朋友，想让自己的收益更大化的，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，或者是给我来信。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